赫格塞斯部长，非常感谢您的发言以及您清晰的讯息。如果允许我发表一点看法，我们是香格里拉的许愿船，寻求智慧，但我们非常清楚，必须投入战斗力和能力。正如您刚才雄辩地强调的。我们现在大约有30分钟进行我们的对话，我们会收集一些问题。但我看到日本的部长小泉先生希望发言，所以我想先请他发言，让他发表看法。部长，您的麦克风现在已开启。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你，皮特·赫格塞斯部长，感谢你的发言和非常有力、强劲的演讲。它不是那种安静、模糊的演讲。我很感谢我一直与你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确实感受到了美国坚定不移的承诺。I appreciate I have been 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you. I safely feel the unwavering commitment.但有时我感觉有些国家可能会低估美国的承诺，你能否向本地区传递一个信息，以确保大家安心？另外，当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出现哪怕是轻微的紧张关系时，总会有人试图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我感到美国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这可能被一些国家低估了。但你今天和我们在一起，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日本最近修订了其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政策。我一直在推动与澳大利亚、菲律宾、新西兰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国防设备合作。我们正在努力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以便本地区国家在危机时能够互相帮助。我相信这项倡议与自由的兵工厂理念是一致的。我的理解正确吗？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小泉部长。部长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能否邀请你立即回应部长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把一些问题归拢起来，可以吗？当然可以，小泉大臣，感谢您的提问，感谢您的友谊，感谢您的参与。我认为我们两国以及我们个人之间的互动都充分展现了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我们也赞赏您和您的政府所付出的努力。我认为当我看世界可能如何看待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承诺时，主要有2种方式。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国防战略，我们非常明确地列出了4个支柱，他们是本土和西半球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共、分担责任以及大力发展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这就是那4个支柱。我认为太多人只关注了第一点，是本土和西半球。对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国防战略中一个被遗忘的方面的重新关注。我们西南边境大开，导致2000万非法移民涌入我国边境，而战争部当时正专注于确保边境安全。我们面临着外国恐怖组织贩毒集团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在边境防守，而是需要纵深防御。因此，我们成立了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全面应对反贩毒集团的挑战。像巴拿马运河这样的关键地形，这是我们曾经失去关注或者说重新关注的。委内瑞拉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给我们的对手带来了复杂情况。因此保持专注，并为南方司令部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司令部曾是一个相对沉寂的后方司令部，现在已成为我们自己半球的一个作战司令部，这是我们必须在体制上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国防规划指南，或者说国家国防战略，我们正在为最困难的问题及提供资金，进行演习和制定计划，那就是向这个地区投射力量，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周边地区所做的事情有所侧重，但我们明白，为了威慑下一次冲突，需要从近月空间到海底投入1.5万亿美元。其次，我认为人们倾向于将我们承担全球义务与我们对这个地区置之不理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的次数比去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并且已经并将继续与各个国家以及像这样的集体场合会面，以表明我们正在悄悄的但非常有力的通过与盟友合作，基于我们的共同承诺来加强我们在这里的能力。
我们仍然有全球义务，例如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我们正专注于此。我们能够同时做2件事情。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以便很快就能生产出2倍、3倍、4倍的弹药，确保我们所有的作战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因此，我认为，由于美国政府过去曾多次谈论转向，但从未真正落实，所以现在大家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本能地认为我们又在转向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整体方针是对太平洋采取实质性、严肃的态度，同时确保我们履行在全球范围内的义务。所以，谢谢大家。Excel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你的提问，很好，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将把几个问题集中起来，提问名单已经非常长了，所以我将挑选几个。这一轮的第一位，请来自韩国的李忠民博士，忠民。Thank you, Bastian. Mr. Secretary, thank you for your positive remarks. 谢谢你，巴斯蒂安部长先生，感谢你对韩美同盟的积极评价。韩国今年的国防开支增加了8.2%，我们完全致力于你所提到的关于自主防卫态势的每一个指标。在这方面，我的问题有2点。第一，川普总统同意了李总统关于美国支持为韩国海军建造核动力潜艇，以执行更大威慑任务的请求。第二，在未来几年内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给韩国。你能否向听众阐述一下美韩同盟这2个日益强大的方面？谢谢你。非常感谢倪忠民。这一轮我们再提2个问题。接下来有请来自中国的赵伟斌。你的麦克风已打开。Thank you, Chairman. I'm the Secretary. I'm Senior Colonel Zhao. 谢谢主席，部长先生，我是赵卫斌大校，来自中国。That during President Trump's historical 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greed upon a new definition. 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2国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义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Application of this new definition for 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那么，这个新定义对中美两军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作为战争部的负责人，您将如何以实际的具体的步骤 by the two heads of states 来落实2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而不是空谈呢？将如何带来和平？ So how would Pete bring peace in? 消除战争，带来合作，消除对抗呢？谢谢。 Cooperation in and confrontation ou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l take. 非常感谢您。接下来我们请来自美国的道格拉斯·格林老。Secretary Hegseth.Thank you for your principle. 克格塞斯部长，感谢您对战争部的有原则的领导。在您的领导下，五角大楼高度重视一些关键的核心原则，例如杀伤力、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包括通过利用私人资本和商业技术来加速创新。您希望私人资本如何帮助扩大这些创新，包括在国际上使其不仅对美国有用，而且对印太地区的防御态势也有用呢？谢谢大家。我看到这里也有一个青年领袖小组，我也想听听在座的年轻人的声音。那么，请来自巴基斯坦的坦希拉·哈里勒发言。你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了，之后我们会再回到部长这里。Thank you. 谢谢部长先生。最近，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指出，巴基斯坦的潜在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对美国构成未来威胁。我想请您评论一下，您如何评估印度的远程导弹能力，特别是最近试射的烈火6型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大约是12000公里。这可能将欧洲和美国的部分地区纳入射程范围。谢谢您，先生。谢谢你。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对这些主题做了一个总结。部长先生，我能否请您就这些不同的评论发表您的看法？我可没有我老板那样巧妙的应对能力，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关于韩国的问题，我看到布伦森将军在这里，他是我们的指挥官，在那里做得非常出色，确保了伙伴关系每天都在实现和深化。我认为这确实体现了这种伙伴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首先提到了韩国所做的一切。总统谈到核动力潜艇时，我当时也在场。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能力。我认为我们正在寻找愿意扩大水下能力的盟友，这些能力能制造真正的困境。我认为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的水下作战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基本上是无与伦比。它为潜在的对手制造了许多战略困境，让他们想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的能力可能是什么。盟友和伙伴在他们自己的防御和区域稳定中寻求类似的能力，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当你与川普总统合作和交谈时，他是一个愿意跳出固有思维，打破对可能或不可能的陈旧看法，扩大奥弗顿之窗的人。这样的要求很重要。我认为你们会看到，我们愿意与那些希望快速发展的国家并肩前行的意愿会加速。当然，存在挑战，我们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将需要合作，但我们非常致力于此。然后至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将军和我在最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在五角大楼与你们的国防部长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会晤。坦率地说，盟友希望更快地掌握更多控制权，这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希望继续鼓励这种本能。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要尊重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拥有的军事作战计划和美国军人的职责，同时也要逐步过渡到大韩民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我们欢迎他们有这样的意愿。我认为这为半岛上的韩国和美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我很感谢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一位大校，来自中国军队，谢谢你的提问。我认为当谈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时，我当时也在。我认为这是两位领导人对他们希望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什么的绝佳表述。我认为人际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它能有多么强大是难以低估的。关于他的书籍已经写了很多。我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它非常有意义。我认为存在相互尊重、对能力和力量的认可，以及在当今世界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力量。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保证，我认为这是真实的，是实质性的，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向我传达的是，这体现在军方对军方的合作中。在这种论坛上，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交流的机会。我希望我的对等官员能出席这次会议，但我期待着其他机会。当我们能够相遇并沟通、谈论一些事情，因为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海上或空中的行动往往会被不同的解读，而当有机会在更战术或作战层面讨论冲突降级时，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你们将从美国得到的是真诚的接触，目光清晰但真诚的接触。我理解总司令的意图，川普总统已经说过，我们要建立这种框架。我认为这对世界和平很重要。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防创新和私人资本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采购和获取武器的静态模式已经不足以适应现代时代。过去我们基本上有5家主要承包商，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他们实际上已成为五角大楼官僚体系的附庸。这些公司已经习惯了成本超支、进度延误以及国会年度拨款制度所带来的各种借口。这种体系无法让我们快速获得足够装备，总是追求10年后才能交付的100%的完美解决方案，而不是2年内就能送到战士手中的90%的实用解决方案。我认为我们战争部一位被低估的英雄是我的副部长史蒂夫·费恩伯格，他堪称我们的秘密武器，真正来自商界。如果你还不认识他，我强烈建议你去了解他。他把真正的商业思维，我认为这是五角大楼历史上第一次带进了国防部。他的宏观做法包含很多微观细节。如果想和战争部做生意，我们可以达成一项交易。
我们会给你关键弹药或平台的长周期订单，这些我们未来5到7年肯定会持续采购。我们正在转向平台采购，包括舰艇、飞机、机体等等。国会也愿意为我们提供多年期采购授权，这是法定要求，各委员会已经批准。我们必须负责任地使用，但作为交换，在获得5到7年稳定订单的前提下，我们要求这些公司自行投资基础设施。因此，这些企业目前正投入约500亿美元的资本，用于建设新工厂、新生产线和新生产设施。这500亿美元不是来自美国纳税人，而是来自这些公司。这样一来，这些公司也投入了真金白银。通过这样做，并且开放我们的官僚体系，我们每天都在与自己的官僚体系做斗争。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在我任期结束时，我们不会只有5家主要承包商，而是有10家、15家或20家能够公平竞争的公司。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军火库。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与世界各地希望这样做的伙伴进行合作生产，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全球自由军火库。我们承担责任，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作为西方防御基础的责任。但是鉴于当前的现实，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富裕国家越多地参与到国防业务中来，我们所有人就将拥有越多的选择，因此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我在这里提到了印度，但我也很容易提到巴基斯坦以及陆军元帅和总理在和平谈判中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发展，一种真正的友谊正在那里形成。我认为这很重要。你也看到了，总统能够促成印度和巴基斯坦这2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之间的和平。我认为双方都会看到来自对方的可以理解的威胁。其中一些我们可能看法不同，而且各国都会想要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威胁。但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没有指责任何一个国家，称他们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感谢你知道的，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为世界和平带来的益处。非常好。让我们再进行一轮提问和评论。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提出简明扼要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给出答案。这一轮的第一个问题来自英国的汤姆·贝克特。部长先生，非常感谢您。我注意到并赞赏您在五角大楼推行的国防采购改革。5月22日，代理海军部长表示，对台湾的14亿美元对外军事销售已暂停，以保留库存用于实施怒火行动。从长远来看，这没问题。但就当下而言，您如何协调这一点与加速对合作伙伴的军售呢？非常感谢你，汤姆。接下来我们请来自中国的董旺提问。你的麦克风已打开。Thank you for your speech, Secretary Hexas. Most recently, 赫格塞斯部长，感谢您的演讲。最近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在一次公开采访中发表了惊人言论，称韩国是亚洲心脏地带，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A dagger in the heart of Asia aimed at China. This comment stands in a stark这与我们2国总统在川普总统最近访华期间同意建立的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您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川普总统也特别多次强调他希望与中国建立最好的关系。我的问题很简单。布伦森将军的言论是否代表了川普政府的官方立场？五角大楼是否授权或认可了将韩国定位为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的说法？谢谢。非常感谢，那位将军就在现场，所以他或许可以在茶歇时和您进一步交流。但这一轮我再让提1-2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请来自印度的维克拉姆辛格提问。
And we'll next turn from India to Vipatrap Vikram Singh. Vipatrap. Thank you, Bastian. Secretary Hegseth, how does the Department of War...谢谢你，巴斯蒂安。战争部长如何与那些可能缺乏国内情报和技术能力的盟友建立公平的网络安全伙伴关系？这是否会造成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过度依赖？从而可能在该地区进一步延续一种基于保护的网络安全模式。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take from New Zealand. 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请新西兰的提问，安娜，请您提问。Thank you, Mr. Secretary. 谢谢您，部长先生。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到的国家名单中没有新西兰，他们最近公布了一项计划，要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防开支比例从1%提高到2%，这离3.5%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是否认为新西兰是一个搭便车者呢？谢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和清晰。我们接下来请来自澳大利亚的，我想之前提到过的，我们青年领袖小组的孙俪提问，请。谢谢。按照对战略平衡构成风险的顺序，美国在该地区最关注哪些问题或冲突 ？What issues o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is the U.S. most concerned abou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ll just lob in one final one from Thailand. Panitan Wattanabe.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把最后一个问题抛给来自泰国的提问者，谢谢。Thank you, Mr. Secretary. 感谢部长先生的发言，非常有力、响亮、清晰。在泰国，我认为泰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不高。考虑到我们是最老的盟友之一，并且从贸易中受益匪浅，这令人惊讶。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诈骗犯给泰国公众造成了大量损害，并且泰柬边境有许多中国武器，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并没有那么差，甚至还很好。在您的领导下，您能为此做些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您认为泰国还能为此做些什么？ What can Thailand do more about it, in your opinion? Thank you. 谢谢。谢谢您，非常感谢。所以又有很多丰富的主题可供选择。也许部长先生，我想请您先回答关于台湾军售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答其他问题。是的。 关于台湾军售，我非常希望将两者分开来看。我们对我们的库存感到非常满意，无论是我们如何使用它们，还是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所展现的巨大力量。我认为川普总统愿意应对这一全球威胁，并通过库珀海军上将和我们的中央司令部指挥官，以极具毁灭性的有效方式做到这一点。 他得到的赞扬还不够，而且你知道，截至目前的情况是，任何协议都必须是一份好协议。今天早上我和川普总统通了话，他要我再次强调，他对此非常有耐心，因为美国正在进行这项历史性行动，所以任何最终达成的协议都必须是好的、伟大的协议。他会耐心推动此事。我们几天前刚开过内阁会议，总统说。 这会是一笔很棒的交易。如果伊朗不想达成一项确保他们无法获得核武器的伟大协议，他们可以和坐在我左边的那个人打交道。那是我唯一一次被人说是左派。他当时指着战争部。我们对此是认真的。如果有必要，我们重新开始的能力，我们完全有能力。我们的库存完全足以应对，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在全球各地，因为我们兼顾了精良和更充足的弹药。 所以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的海军代理部长曹洪很棒，但我绝不会将武器库存和对台军售两者联系起来。我不仅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
也对我们未来的生产速度感到满意。我认为有很多带有错误动机的虚假报道，关于我们美国可能处于的境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位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感到更加乐观。正如总统所说，未来对台湾的任何军售决定都将由他亲自做出，这属于两国关系范畴。而且就我在北京参加那些会晤时的感受而言，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这一点我在此澄清一下。既然这位优秀的将军被点名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说些什么。我总是乐意把发言权交给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将军——布伦森将军。关于韩国的问题，如果你想的话，我之后再接着说。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他的麦克风打开，请问能把布伦森将军的麦克风打开吗？您能按一下那个按钮吗？我想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我们可能需要插入会员卡。好的，接通了。将军，谢谢你。部长先生，非常感谢您。各位先生，请提问的先生举一下手，这样我可以直接看着您。我刚才说的是想描述一下我们运作的环境，因为在强大而沉着的同时，能够描述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们还记得普鲁士的哲学家、军事哲学家克莱门斯，他曾说朝鲜半岛是一把指向日本的匕首，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东向地图很重要。通过改变我们的视角，我们就能考虑到该地区其他人可能会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必须强大，我们必须在大韩民国拥有正确的军事能力，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情况依然存在。而且你每天都必须与这些情况做斗争。我在一个学习的场合是想和军事学院的学生们谈谈，我们如何必须改变我们的视角，并思考我们所处的位置。这样我不仅可以向我的军种部长，还可以向我的部长，也就是我在战争部的上司提出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建议。部长还提到了作战指挥权移交。我们半岛内的地位基于我们伟大的盟友，由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所代表，这一点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拥有正确的军事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视角。我感到鼓舞的是，我的总统和我的部长去了中国，这非常棒。我们可能会增进关系，从而可以进行对话。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与学生交谈时，我们希望他们理解并欣赏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视角。很多时候，在我的职业生涯和部长的职业生涯中，我们都只考虑蓝色和红色。现在那里有一个绿色区域，我们可以在这个绿色空间里有机会进行对话，并进行军事思考。未来只有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人真正进入思想领域，挑战各种想法，才会出现穿军装的哲学家。我不怕思想受到挑战，但我们必须记住，语境永远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言论。我也鼓励大家去听完整期播客以及我对战争学院学生的那次演讲。那场演讲效果不错。非常感谢。这就是我们把麦克风给他的原因。很好，我们还有2-3分钟。我想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将军。新西兰的国防开支，我们收到了关于优先处理区域挑战和冲突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来自泰国的问题，还有一个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我想从我们的行动中，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把这项能力放在多么核心的位置，它有多么重要，以及它能起到多么决定性的作用。现在我们正迈入人工智能及其所赋能的崭新世界。美国在这方面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私营部门优势，我们打算负责任地加以利用。这需要我们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如何能被用于进攻或防御，但都要负责任地与伙伴在网络方面合作，以及这些网络关系将是我们赋能伙伴的巨大组成部分。
无论是否涉及人工智能。新西兰，我很感谢你的提问。听着，如果我坦诚地说，2%的国防开支是不够的，所以2%就是搭便车。但我对新西兰没有任何意见，我希望伙伴们能加把劲。我并非故意把它从我的名单上漏掉，我期待着与那里的新任国防部长合作，并提升这些能力。我认为这段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富有成效，但我认为，正如我的朋友理查德·莫拉尔斯和约翰·希利所知道的，我可能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在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以及他们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方面是最直言不讳的，以确保我们能并肩作战，共同抵御世界的威胁。我们不能仅仅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合作吧，而是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你们最好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联盟就毫无意义。而这就是川普总统要求我注入所有关系的现实主义。我记不起最后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关于泰国的问题。是的，我与我们最古老的盟友之一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谈。这个盟友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我认为他在解决那场冲突中发挥了非常建设性的作用，并且一直在努力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昨天，我与国防部长进行了一次很棒的会谈。我认为我们找到了一些公开和私下的方式，可以有意义地深化我们的伙伴关系。所以，我们当然非常致力于这段关系。太棒了，赫格塞斯部长，非常感谢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谢谢。